我最近發現一件事情，讓生活變得舒服，很少是那些大件，不是說你換了新沙發，也不是說買了什麼很昂貴的設備，而是每一天生活當中你需要重複做的那些小事，它終於变得更加順手了，不會那麼的煩了。比如說擦完的玻璃，第一次沒有留下一道道的印子；洗完澡的時候踩下去的那塊地墊，它不是滑的，不是涼的。比如說馬上接下來天氣會冷了嘛，隨時想要喝一碗熱騰騰的湯，你完全不需要去手。今天这一整期视頻呢，就是把我这段时间，然後包括可能以前攒的，然後發現沒有拿過來跟大家分享過的一些單品，全部都整理出來，總共是12樣有的是不到$20，有的可能會稍微貴一點點，但是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在非常快速並且方便的去解決到了我們一個很具體的小麻煩。視頻裡面的所有產品信息鏈接，老規矩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以及我的所有視頻都是有字幕的，不要忘記右下角 CC 打開字幕選項。那比如說稍微細心一點的朋友应該都會發現，像我的話呢，最近穿無袖的衣服是會比較的頻繁。方面呢是因為整體體重稍微瘦了一點，還有一方面呢是我覺得最近這個手臂訓練非常有效，就是每天10分鐘吧，立竿見影，你就能夠看見手臂真的是細了一大圈。特別是我以前有非常明顯的拜拜肉，這個就直接給我解決掉了這個痛點問題。我覺得這也非常適合於可能你真的整體來講沒有說很胖，但是比如說可能手臂会比較粗啊，或者是腿比較粗，這個我就非常推薦大家去入手。就是那一開始呢，我就覺得全身瘦下來了，可能手臂就會跟着瘦，但是其實我的整體手臂來講，相比起我的整身，我覺得脂肪是會比較多，而且肉很鬆。那去健身房会稍微有一點效果，但是呢，我想要加強這個效果，所以我就會在網上面找這種10分鐘專門練手臂的，每天只要10分鐘，特別的快，特別容易堅持。第一次練的時候會非常的酸，然後接下來慢慢你就會習慣了。後面呢，我是覺得空手練好像少一點什麼，所以我就在 Amazon 上面找到了這種負重手環。這個的話是有不同的磅數可以選擇，我手上這一副呢是1磅的，這個我已經練了一段時間了，我覺得加一點重量其實會讓整體的訓練效果看起來更加的明顯。你給它綁在手腕或者是腳腕上面，就能夠讓你整個的這個10分鐘變得更加的高效。基本上只要1周連續打卡下來，你的手臂圍度或者是你的腿圍會有一個明顯的下降。而且它上面是給的這種魔術貼嘛，你自己佩戴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然後整個的面是这種硅膠的，所以即便是你在練的時候稍微流了汗之後，要去擦它去清理它也會比較的方便。這個1磅的話呢，我覺得練手臂是剛剛好，腿上的話我可能還要再去找稍微重一點的重量來去稍微加重訓練一下。反正我覺得這個加上那種10分鐘瘦手臂的視頻真的是非常的有效，脂带露的这個維度啊瞬間就會降下來，而且手臂的線條會變得很匀稱很好看。那一般的話呢，我平常練完手臂就稍微拉伸一下，但是等到周末如果時間長一點的情況下，我會用到這種泡沫軸去給它拉伸。但是這個泡沫軸我的這款是硬的嘛，剛開始拉伸的時候非常的疼，而且我老公就有拿它去滾背，就會非常容易就滾出痧來。那這個時候呢，我覺得相比起就是你可能不是很耐受，又或者是你自己真的太疼了下不去手滾不出來的话，我很推薦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这个 SKG 的 TS700，就是他們這個腰靠的枕，它也是可以拿來放鬆這一塊的。我就是直接把它墊在這個沙發上面，然後整個手臂這一塊就這樣躺上去。又或者是你今天練腿了，你想按一下這個小腿肚，我就給它放在這個小腿的下方。這樣的話呢，它就是能夠很精準的去按到你那塊肌肉，而且非常的方便，想要摁哪就摁哪。它不僅僅是可以摁在這個靠背上，而且它邊按摩邊轉動的時候嘛，它其實是有這個加熱功能的。我覺得比起滾泡沫軸，如果你更怕疼，按摩儀其實是會更方便的。婆婆不是來跟我們住了一段時間嘛，她就是對我家裡這種各個大大小小的這種按摩儀器非常的感興趣。然後我看到 SKG 他們家最近是有出了這個叫 QS300的一個按摩腰帶，我就是入手了一個，準備就是送給婆婆，讓她當禮物帶回家。這個腰帶的話，它其實是3個東西集合到了一起。首先一個，它是有一條硬的支撐的護腰，家裡長輩如果腰不好，腰上搞一個護腰的，是在用力啊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支撐保護。然後它這裡邊還有一個熱敷墊，再加上一組這種震動馬打。
它之後是可以一路從這個後腰包到腰側這一塊，覆蓋面積比較的大。我覺得對於可能腰腹這一塊，就是整個腰圍尺寸比較大的人來講，這也是比較友好的。外面呢用的是這種3D 飛織一體編織出來的，没有任何的這種拼接面料，熱壓定型的，所以這一個的好處就不會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拼接邊，一个硬邊。那你戴在腰上的时候，整個舒適感會更強，也不會容易拉出印子。而且它這一個腰帶裡邊的這條熱敷呢，是可以隔着衣服去用的，不需要你直接貼在皮膚上。那比如說像不管是冬天你穿薄薄的一層貼身衣物，又或者是夏天你穿個 T 恤，就可以直接讓它在衣服的外層進行一個熱敷，55度哈，你就明顯能感受到這個熱感，慢慢的把你後邊這塊肌肉完全放鬆打開，加上它是有這種震動馬達的，就做到就是有的人這樣捶你的後腰背的一個感覺，是敲打，而且它裡邊的這些功能都是可以拆開來使用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单純的當一個支撐腰帶綁在腰上什麼都幹，又或者是你可以真的就只開它這個熱敷按摩的功能，就會非常的方便。你看你跟你自己的一個需求去進行選擇，而且我看它現在的價格真的蠻好的，比人家最近我看有之前我分享過的品都有一些蠻好的價格，我都會把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信息欄裡，大家感興趣的話呢可以去看一下。馬上是要中秋節了嘛，可能會有回去跟家裡人聚會的時候，我覺得這種時候就很適合買這種伴手禮。接下來是2個家用小電器，像之前的話我應該有跟大家分享過，我們家的廚房是更新了一個蒸烤箱。我覺得相比起可能美國這邊裝修房子會自帶的什麼烤箱呀、微波爐呀，我們中國人適用的小家電還是不一樣的。就是像烤箱、微波爐，我的使用頻率就非常的低。那我最近入手的這一個呢，用起來非常的方便，它是全部電子控制的嘛，就完全不需要去看火，這也是很大程度上去節約了一個人力。我比較經常使用的3個項目吧，首先一個就是這種花草茶或者是水果茶。之前減肥的視頻裡面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減肥的時候就是盡量去少喝飲料，但是呢，如果純喝水你以後會覺得太寡淡的話，我就非常推薦你去喝花草茶。首先一個它的甜味是这種非常自然的淡淡的一點點香味，比起白開水來講呢，其實是喝起來會更舒服。夏天的時候會喝一些降火的涼茶呀，或者是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一個需求吧。山楂茶是可以幫助消化的呀，然後像菊花茶是我們家經常喝的，可以清肝明目，或者是玫瑰花茶就可以非常的養顏美容，反正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吧。你把茶葉啊、花瓣就是这些乾料放進去之後呢，你煮出來它有一個濾壺嘛，你就完全不用擔心會有渣渣，就很方便。一整個 program 大概就是15分鐘吧，能把裡面的東西煮得特別的透。比如說桂圓、山楂、什麼百合，你通通扔進去，它都能給你煮得非常的開，不是像泡茶一樣。還有一個呢，就是它這裡邊其實是有一個獨立的燉盅的，放進去壺裡面隔水燒就非常方便，比如說像銀耳啊、雪梨、桃膠、燕窩這些都可以，而且玻璃的材質呢也非常的安全放心。再加上呢，它還可以去煮粥啊、熱牛奶啊、做酸奶啊，甚至是你做辅食也可以。我還看到有大聰明哈，直接就是裡邊這個燉盅做一份菜，然後外邊這個壺再做一份菜，就是等於是如果你家裡只有1個人的時候，就你這一壺就可以做出2道菜出來，就非常的方便。那像我想要讓灶台看起來比較乾淨，我沒有選擇之前的這個粉色或者是這個淡綠色，這2個顏色也很好看，但是這個銀色看起來就是會更簡潔大方一點，非常推薦大家去試一下。然後還有一個神器啊，就是這個去味火鍋。其實火鍋是非常方便的一道菜，然後也是人多的時候大家可能都有自己各自不同的喜好嘛，那你就通通扔到這個鍋裡面涮就好了，非常方便招待客人吃，又或者是2個人不想煮飯，就這樣一鍋下去很方便。但是呢，火鍋有個問題啊，就是像我們平常吃的那種火鍋啊，如果這個抽煙機力度不夠大的話，再加上可能吃麻辣鍋，這個味道可能就會在廚房、客廳散不去。那我就發現竟然有一個這個去味火鍋，它這個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平常見的鍋不就是這樣兩邊一半一半鴛鴦鍋嘛？但是這個的話，它中間是自帶一個排煙風扇的，吃的時候呢，它就會把這個往上飄的這個蒸汽和味道往下抽。除此之外呢，它還有以下幾個優點，它是插電的。
像我們之前的話，可能会比较喜歡用这种卡式爐再去加气罐。那一個呢，就是氣罐它其實是有一定的風險的，而且氣罐它是消耗品嘛。那像這個插電的話就非常的方便，就完全不需要在你額外再去買氣罐啊。還有呢，就是它的容量還蠻大的，它是5.8 quart。大概4到6個人吃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而且呢，它中間是有這個不鏽鋼的隔層嘛，那你一半鴛鴦鍋，一半蠟鍋就完全就隔開了，不用擔心串味。再加上呢，它有3檔的火力，像以前我們用氣罐的時候，都要先在灶台上把這一鍋火鍋的這個水給它燒開了之後，再搬到這個卡式爐上面去用，但這個的話就完全不需要，你插上電它熱得很快。而且像很多这种插電的火鍋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清洗的時候很麻煩，但這一款的話它是整個鍋體是能整個提下來的，所以洗的時候完全不用擔心說底座會沾到水啊，會濕啊，就很麻煩。它整個鍋可以直接拎走的，你就洗那個鍋就好了。而且是這種陶瓷不粘鍋底嘛，那比如說像吃那種辣油火鍋或者是番茄鍋底會比較容易糊底的情況啊，這個鍋也完全沒有。整個觸控的這個面板是平的，我之前呢有用到過那種凸出來的面板，那有些時候你可能煮火鍋難免的就是湯水啊會濺啊，會噴到這個板上，就那個縫裡你就很難擦。像它這個一整個平面，你後續的保養清潔就會非常的方便。這個趣味火鍋真的就是，如果你們家是很經常吃火鍋的人，一定不要錯過這個神器啊！接下來分享幾個跟清潔類型有關的東西吧，都屬於是很便宜，但是你可能換完之後你會覺得，哇，怎麼這麼好用的東西我之前都沒有用過。首先一個就是這個 microfiber 超細纖維的毛巾，它主打就是一個不掉屑，然後不用清潔劑就能夠把玻璃啊、不鏽鋼的面啊都擦得非常的乾淨。像我們家最近換了咖啡機嘛，那我選的是整個是這種不鏽鋼面的一款，漂亮是非常漂亮，但是很容易噴到東西啊或者是水。那這個時候呢，如果我是用普通的毛巾擦，可能就是会越擦越髒。基本上我就是用打濕了的普通毛巾擦一遍之後，再用這個 microfiber 的這個毛巾擦一遍，它就會非常的乾淨，一點水漬都沒有，就锃光瓦亮的，就看着非常的舒服。除了能擦不鏽鋼之外呢，它還能擦浴室的，不管是鏡子啊，或者是你們家淋浴間是那种玻璃的，用它擦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车內飾是黑的時候，如果你用那種比較粗纖維的毛巾擦，就很容易留下那種白白的小屑屑。用這個擦的話就完全不會。然後呢，就是入手了咖啡機之後呢，我又重新把這個咖啡角整理了一下，覺得值得推薦的一整打的這個咖啡毛巾。首先一個呢，像我之前分享過的那種類似 paper towel 的那種可以反覆使用、很吸水很快的小方巾，它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擦咖啡角會有一個問題，會很容易被咖啡渣染色。稍微擦1-2次之後呢，你就會發現那個方巾看起來非常的髒，非常的惡心，所以我就乾脆專門去換了一個這種深色的方布，這個是30厘米乘30厘米的，就比較的小，你擰的話也會比較容易擰乾。像我們打完奶泡之後，可能會有殘留在這個蒸汽棒上面的這一層牛奶，那就很快就能夠擦掉。還有就是它比起其他款的毛巾呢，它會更輕一點，而且它也不會掉這個絨。那對於整個咖啡角就是這種小細碎的東西啊，我覺得用它清理起來就會更加的方便。接下來呢，就是我自己都沒有發現，但是我們家最近來客人了嘛，就有人會用到客房，就有人用完浴室之後就說，哎，你這個浴室的地墊有沒有鏈接給我一個？我才發現哦，原來這麼好用了嗎？那我用的這塊地墊呢，它是這種雪尼爾的地墊，它整體是有一點厚度的。市面上有很多都是那種薄的，像一层毛巾一樣的，就很不方便，而且我覺得踩上去沒有那種很滿滿的那種幸福感。那像這一款的話呢，它是絨毛很密很蓬，腳踩下去呢有明顯的這種下陷感，就是這種踩在雲朵裡的感覺。而且呢，冬天你出來了之後踩在這個上面就會比較的舒服。再加上呢，它整體是這種吸水性很好的雪尼爾，洗完澡啊滴下來的這個腳上的水啊什麼的，全部都能夠被吸收進去。而且呢，它乾得很快，就不會容易一塊地墊很容易悶着就有那種潮濕發霉的問題。布是有防滑的噴膠處理的，不是
那種一整片的硬橡胶，所以整個墊子本身是軟的，你能夠捲起来，所以你洗衣機、烘干机都是可以進的，不會像那種橡膠底一樣會開裂脫皮，完全不用擔心。但是呢，它沒有做到就是100%的防滑。如果你真的是要買給老人家用的，又或者是你真的很擔心滑倒的話，下面可以還要再額外的墊一個小墊子，或者是那種放在地毯下面的那種防滑墊，可能效果會更好一点的话。還有個小東西就是這個軟毛的牙刷。那像家裡的話，我都是會經常備一下這種，就是不是電動牙刷，就是這種普通的牙刷。有些時候可能家裡有人來住啊，他們沒有帶這些洗漱用品的時候，每次就是給他們一支就會比較的方便。如果我出门不想带電動牙刷那麼沉的話，我一定會帶的就是這個，它整體是非常軟的一個毛。那像它這個锥形的这個毛，它是尖的，它就能夠更好的去清潔到你這個牙縫呢。它的整個的刷头的面積呢沒有很大，就你在刷的時候就能夠更精確的去定位到你要的那個位置。4支啊分開來的獨立包裝嘛，所以我就覺得很方便。就是你即便是背着家裡有客人的時候用，又或者是你自己出門旅遊，然後不想帶很沉的東西的時候，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方便的選擇。最後呢，分享3個我在 Amazon 上面買到的，算是口碑評價很好的韓國的護膚品。首先2個單品都是來自於 Skin 1004這個牌子，整個是主打低敏感，整個走的就是這種天然成分的一個路線。這個品牌最出名的就是這個馬達加斯加積雪草。那馬達加斯加呢，因為氣候啊，然後加上雨水量以及土壤的條件，所以他們產出來的這個積雪草的活性成分濃度其實是會更高的。我最推薦的是爽膚棉片，因為這一個的成分表非常的乾淨，而且一眼掃過去就是那種沒有酒精、沒有香精、沒有精油、沒有色素，主打的就是這種舒緩的一個功效。比如說像可能曬完之後可能需要修復，又或者是你最近作息不是很穩定，你又有泛紅這種情況脆弱，這一瓶的話就比較好的可以去解決。那我比較經常的用法呢，就是有2個，有些时候呢會把它當成一個日常的爽膚片來用，洗完臉之後直接拿出來1張，然後擦全臉，這樣就可以去節省掉我再去用爽膚水這一個步驟。今天要化妝好的時候，我就會拿過來給它局部的濕敷。那除此之外呢，這個品牌裡面我還有一個就是這個快要用光的，是他們的這個前導精華，主打的就是一個補水保濕。那這一瓶的話呢，它官方介紹的用法就是在你洗完臉後第1步，然後去代替爽膚水這樣一個作用，質感非常的水潤，塗上去之後呢，整個皮膚像是喝飽水一樣。然後還有一個呢，就屬於是我前段时間吧，刷 Amazon 经常在主頁就會給我推，就是那種賣的很好的單品，說我就被這一個給吸引了。它是米糕潔面，它就一整塊就像一個小甜品一樣，而且整個設計的也是可可愛愛的。磨砂潔面清潔，就是深度清潔的一個產品吧。那像有些时候可能化妝多了、頻繁了，又或者是隔一段時間，拍護膚品都吸收不進去的一個感覺，然後再加上就是可能上妝之後會很容易卡粉脫妝，那這個時候呢，我覺得就很適合拿來用這個稍微有這種磨砂顆粒的清潔潔面、深度清潔能力的洁面來去給全臉做一個清潔。那像這個的話呢，它裡邊的配方其實是有綠茶、艾葉，用到的是米這個非常東方的元素啊。那像米水跟米粉，其實在東亞護膚裡面有很長的一個傳統啊。洗完之後，它臉不會拔乾。我覺得所有的敏感肌也會希望，就是你洗完之後，你的臉是能夠呼吸的，是舒服的。那像這個的話呢，它整體抹開來，你能夠感受到它的顆粒，顆粒呢是屬於大小適中，你上臉不會有那種明顯的疼痛感。敏感肌可以用的溫和磨砂膏，一般比如說像我今天可能化的比較濃一點的妝，晚上卸妝之前，我就可能會先把臉卸乾淨，之後呢就直接用這個代替潔面以及磨砂2合1的一個功效吧。之後你再去拍保養品的時候，你的臉就會有一個都能夠全部通通吃進去的感觉。不是天天用啊，就大概可能1周1次或者2周1次吧，看你自己皮膚的一個耐受程度。那好，以上呢就是今天這一期 Amazon 好物分享的全部內容了。那更多的信息我都會整理好放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再一次感謝你撥空觀看我的視頻，我是 Ellie，我們下期視頻再見。